最近超多人敲碗的 ROG Flow Z13 评测来了。这一台电竞平板，或是可以说是2合1电竞笔电，无论是放在哪一个类别，都可以说是强大的效能机种。过去这种新形态或是说变形形态的机种，最一开始大多会放在尝试性的产品当中，整体的规格也会相对中规中矩。以2合1笔电来说，即便市场上有少数的高阶产品，在规格上也就是行动版的高阶规格，甚至价格还不怎么亲民。所以这个由 ROG 开头的故事就开始了。ROG 从去年推出了 Flow X13，一直到今天帮您开箱的 Flow Z13，这两台机器都没有传统的框架或是包袱，甚至从一开始把更好的效能塞进机身中的优先级就蛮高的。尤其跟这个形态的其他产品相比， ROG 的 Flow 系列在效能上可以说是翻倍提升。Z13 甚至最高塞进了一颗14核12代标价处理器 Intel Core i9-12900H， 并且最高搭配上 RTX 3050 Ti 的显示卡，还支援了大家最期待的 Max 独显直连，甚至还可以搭配自家的 XG Mobile 外接显示卡，用上最高 RTX 3080的笔电显卡。不过最重要的是 ，ROG 在把效能塞进去的前提下 ，Z13 的价格居然没有跟着翻倍上升，跟其他的2合1笔电相比，价格甚至还有点竞争力，某种程度上是意外的有点 CP 值。就是这么一款有着信仰、效能和神奇科技树点满的特别产品，我们一起来看看吧。我们还是先从外观设计看起。这一次的 ROG Flow Z13 不止整体的机身设计很帅哦，在随附的整套周边上也是诚意满满。从银黑配色的产品盒装，一直到随附的笔电收纳包，在细节上都很不错，甚至连配件组也是采用银黑配色的包装设计。而在随附配件上，则是一样提供了搭配触控萤幕使用的触控笔，不用额外购买，以及大家熟悉的这一支滑鼠。而在机身设计上，Flow Z13 的背面一看上去，整个科技感很足。ROG 采用了经典的斜切贯穿机身，并且大量的采用雾面和亮面交错的几何线条，在设计感上虽然电竞，但是足够利落。尤其是两侧的散热开孔，也在提供散热的前提下，与机身设计融合在一起。而当中最特别的，当然就是机背的这一个玻璃透视后窗，你可以直接看到机身内部的硬体堆叠，而且是真的基板，不是贴纸啊。ROG 甚至还在这个玻璃窗加上 RGB， 真的是信仰之光不能灭。而这个玻璃窗的边缘 ，ROG 也印上了一个神秘的坐标，究竟是在哪里呢？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说这个开窗真的很帅，不过在平放桌面的时候，多少还是会有跷跷板效应。但其实平常使用大多还是立架直立所以影响比较小。而说到立架，下半部就是2合1笔电最重要的立架设计了。ROG Flow Z13 的立架会是比较紧的，展开时会需要用点力，不过相对的，在展开来后也会更加的稳固。左侧 ROG 则是设计了一个红色的小标，让你可以更容易的打开支架。而在开合角度上，最大可以达到170度，不过最小而且比较安全的开合角度大概是画面上这样子。在打开的时候也会有一个比较紧的手感，提示你最小要开到这个位置。同样也可以推平进行绘图。而既然说是平板 ，ROG 也在左上角放置了一颗后镜头，不过在表现上就是拍得到的中规中矩表现。而在机身配置上 ，ROG Flow Z13 拥有一个 USB-A 3.5mm 音讯接口、音量按钮，另一侧则是有一个 Thunderbolt 4的 USB-C， 支援 DP 1.4的影像输出，以及最高100瓦的 PD 充电。而在下面则是 Flow 系列的一大亮点，也就是 XG Mobile 外接显卡的接口。仔细看的话，里面还藏着一个 USB-C 接口。如果你没有连接 XG Mobile， 但你有想要传输档案的话，是可以连接这一个孔的。比较特别的是，华硕在机身背面还藏了一个 microSD 卡的插槽。而如果接上 XG Mobile， 在接孔上则进一步提供了常规尺寸的 SD 卡槽，4个 USB-A 接孔。一个 HDMI， 一个 DP 以及一个 RJ45 网络接口。不过整体来说，在平板上的接孔数量并不算多，机身上的 USB-A 是 2.0， 也就是接收器专属了。但以平板、轻薄笔电或者是2合1笔电来看，这个接孔数量就会变成 ROG 已经很努力塞进来了。而在重量上 ，ROG Flow Z13 的单机接近 1.2 公斤，加上键盘厚大约 1.5 公斤左右，与轻薄机种相比不算特别轻，但以效能笔电来说绝对不重。
加上原厂充电器后则是大约 1.9 公斤。不过支援100瓦的 PD 充电，虽然说这一次的变压器尺寸已经不大了，但支援 PD 的好处就是外出的时候还可以选择更轻便的版本。顺带一提 ，XG Mobile 的重量是 1.1 公斤左右。接着我们看到正面，这一次的 Flow Reach 3顶部保留了视讯镜头，边框毕竟是平板，会有手持拿在手上操作的需求，会需要一些边框空间，一定程度的避免手持误触。不过在装上键盘后，整体的萤幕视野还是开阔的。这一次 ROG 在 Flow Reach 3上搭配了一块 3.4 寸16:10的 Full HD 120Hz IPS 萤幕，反应时间是30 ms， 同样拥有 Pantone 认证，并且支援 Dolby Vision 杜比世界以及 Adaptive Sync。经过实测，在 Netflix 当中可以成功点灯 Dolby Vision 杜比世界以及 Dolby Atmos 杜比全景声。作为一款平板拿来追剧合情合理哦。尤其 Win11 在一些系统基础的触控体验上也明显流畅许多了。16:10的比例拿来文书也很舒服。萤幕表面采用更加细腻的雾面处理，在手指点击操作后也比较容易清理。经过帮你实测，色域覆盖达到100%的 sRGB、75%的 Adobe RGB 以及78%的 DCI-P3， 显色表现相对中规中矩。不过在萤幕亮度部分，今年 ROG 全线的萤幕在亮度上都有带来升级。帮你实测，室内 SDR 下的最大亮度大约落在460尼特左右，算是蛮不错的表现。在比较亮的环境中也相对游刃有余。接着看到 Z13 搭配的键盘，采用的是磁吸设计，重点是吸得很紧。如果再把键盘往上吸的话，就会变成抬起模式。这个磁吸设计真的算是非常稳哦，上台的设计也会让打字更加顺手。不过因为底部是悬浮在桌面上的，相较起平放在桌面，手感会空一点，但影响不大。尤其跟各家多少有点松垮的磁吸键盘相比 ，Z13 的表现还算不错。而在磁吸键盘上，背面采用的是布面绒毛的材质，摸起来舒服，没有沾指纹的问题，但很容易沾毛。键盘上整体的手感就是 ROG 系列比较 Q 的薄膜，尤其以磁吸键盘来说，键程很足，也是做到了 1.7mm， 不会有敲桌面的感觉。最重要的是，这组键盘不只有背光哦，还是全区的 RGB 背光，在 Armoury Crate 当中也可以针对 RGB 进行客制化，整体的亮度也比较足够，平常也有展示的效果。不过在帮你的测试当中 ，RGB 可能因为省电的因素，比较容易放一阵子后就会自动关闭，需要再手动开启。帮你也提供一组键盘说明供大家参考。方向键部分虽然有稍微加大，不过就是半高的设计。触控板的手感算是非常不错，细腻滑顺。不过在这个尺寸当中，面积就会稍微偏小了，回馈比较空一些。文书没问题，游戏的话搭配摇杆，外接滑鼠还是更好的选择。接着我们就直接来看 ROG Flow Reach 3这一台平板最大的亮点，也就是效能。帮你手上的 Flow Reach 3搭载的是第12代10奈米制成的 Intel Core i7-12700H 处理器。显卡部分则是搭配 NVIDIA 的 GeForce RTX 3050，瓦数部分搭配上 Dynamic Boost， 则是最高可以达到40瓦。看到这里，应该就可以看得出来 Flow Reach 3的规格究竟有多特别了吧？系统上预载的是 Win11 Home 的作业系统。顺带一提，今年的 ROG 系列笔电也加上了 Mars 独显直连的开关，只要在 Armoury Crate 开启之后，系统就会自动重新开机。接着画面上就会显示独立显卡，就算开启了。记忆体部分 ，Z13 采用的是 LPDDR5 2条8GB 双通道的配置，平板就是 Onboard 设计了，没有悬念。不过储存空间倒是有惊喜，虽然采用的是 M.2 2230的规格，但 ROG 居然在平板，没错，是平板的背面预留了 M.2 的插槽开孔，让你有机会替换。虽然说2230的规格要找一下，但至少可玩性是开放出来了。帮你手上的版本搭配的是 512GB 的 PCIe 4.0 SSD， 实测循序读写落在3600-2000MB/s 左右。不过在平板上还把插槽做出来，真的算是仁至义尽，真的很 ROG。而更 ROG 的是 ，Flow Reach 3也可以透过机身上的 XG Mobile 连接插槽，透过 PCIe 3.0 180加上 USB 整合的外接方案，连接更强大的专属外接独显 ，ROG 称为 XG Mobile。帮你手上的这一个 XG Mobile 是 RTX 3080 Laptop 的版本，最大可以达到150瓦。
值得一提的是 ，XG Mobile 本身具有280瓦的供电，在驱动显卡的同时，也可以直接对笔电供电，所以就不需要额外插电了。而邦尼也实测了一下，在 3D Mark TimeSpy 20轮的压力测试当中 ，XG Mobile 的 GPU 温度大约落在80度左右，实际测量 XG Mobile GPU 位置的温度大约42度左右，还算不错。透过画面也可以很容易的看到 XG Mobile 的最高温落在供电模组，显卡和供电模组两者的热量算是蛮分散的，也可以保持 RTX 3080有更好的散热表现。邦尼稍后也会带来游戏实测。而在机身的散热部分，要在平板这一个尺寸塞入 i7-12700H， 在 FlowZ 3之前真的是有点不好想象哦。更难想象的是 ，FlowZ 3还有着最高 12901H 搭配 RTX 3050 Ti， 这个对散热更加严苛的组合。所以这一次 ROG 在 Z3 的散热上，真的就是堆料，只能疯狂堆料。以平板来说是绝对的豪华哦。接着来看更多细节 ，ROG 在 FlowZ 3上配置了左右2个 Upflow 风扇。采用的是后进上出的设计，如此一来，手持的时候下半部也比较不会感受到热，但也不会到冰凉，毕竟效能摆在那里。平常拿在手上当平板用就是温温的。除了2个风扇 ，ROG 还用上了大面积的 Vapor Chamber， 也就是均温板进行散热，而这个大面积就是几乎覆盖了整个机身上半部。出风口部分则有着密度蛮高的散热鳍片。CPU 用上了液晶，几乎是在这个尺寸下能用的解决方案都在里面了。此外 ，Z3 也有近期蛮多 ROG 机种都支援的0分贝散热，也就是在一般日常使用之下 ，Armoury Crate 的静音模式会以比较低但是足够的效能进行运作，并且在一定的温度墙之下，系统不会启动风扇，以此达到非常安静。平常在办公时浏览网页。做一些文书处理的时候还是蛮舒服的。更重度的散热测试，邦尼稍后也会带来比较详细的实测。最后，邦尼也先提供这2组风扇，在极速模式下全速运转，音量大约落在50分贝左右。Z13 的风扇真的算是非常的安静哦，日常使用也是可以忽略的程度。顺带一提，这一次在购买 FlowZ 3的时候，装置内就随附了1个月的 Xbox Game Pass Ultimate 订阅，记得把握时间兑换哦。接着，邦尼就带大家来看实际表现。首先看到 Cinebench R23， 可以看到这一代的笔电版本的12代处理器，在效能上依旧是相对不错的。i7-12700H 与上代相比，单核再次提升了20%，多核则是提升了9%。这一代的 i7 多核表现也高过了上一代的 i9。更重要的是，这个极具的处理器根本不应该出现在平板上啊！如果是跟这个定位中比较应该出现的 H35 对比，多核就是有着接近2倍的提升。这也是为什么 Z13 一出的时候，瞬间大家就闻到了一股香味。而若是隔代升级的朋友，提升也很大。这2代的 Intel 真的算是很用力的拉高了效能上限，单核提升了48%，多核则达到了36%，甚至与10代桌机平台相比，单核还有着28%的提升。当然，多核还是不同级距啦。但在一些单核效能需求更高的场景当中，像是剪辑、日常文书，12代的笔电处理器实际表现其实会来得更好。而这个强大的效能，其实让 FlowZ 3在不同场景的使用体验上都是很舒服的。大家应该都有发现 ，ROG 这一系列的机种，包括 Flow X13、Z13，甚至大家很喜欢的 G14，都有着相对轻薄好带，却藏着强大效能的元素。而这些机种就非常适合一些复合需求的使用者。像是平常工作效能需求普通，但偶尔还是需要效能，希望可以玩玩游戏放松的朋友，就是标准的复合使用。或者像是创作者，平常有很多文书作业，但又会有需要效能在外进行创作的时候，就是这种平常文书但偶尔需要效能的使用需求 ，ROG 这一系列的机种就很好的填补这个空缺。同时，这一些机种在续航表现上，相对其他效能笔电普遍会好上更多，也算是蛮重要的元素。以 Z13 的实际体验来说，足够的效能可以确保日常使用流畅，但真的需要做一些 loading 比较重的工作时，也有足够的效能空间可以发挥。相较过去轻薄的旗舰机种还是有所差异的，整体的使用在切换上也会比较舒服。好啦，接着作为专业测试专业效能的频道，帮你带大家来实测 FlowZ 的专业效能。受益于这一代的 CPU 表现依旧不错，在专业效能上的输出依旧是比较足的。首先是一般 4K 剪辑需求的测试，一般使用者可以参考这一个测试结果。采用的是总长10分钟的 4K 原片，并且经过简单调色及混音，最后以 4K 进行输出。
可以从画面上看到 Z3 在使用机内的 GeForce RTX 3050输出下，458秒就完成输出。而若是接上 Extreme Mobile， 则只花了228秒就能完成。可以看到受益于12代的 Intel 在单核效能上的提升，以及150瓦 RTX 3080的 GPU 加速，这个输出表现已经非常接近桌机平台，几乎是几秒的秒差哦。接着我们来测 PR 加 AE 的重度剪辑，会比较偏向邦尼这一类高效能需求的使用情境。测试内容包括了 4K 素材的调光调色、多轨剪辑，以及非常重度的 4K AE 动画。从测试结果来看 ，Z3 在内建的 RTX 3050当中花费了46分钟左右完成输出，而若是接上 Extreme Mobile， 则只需要21分26秒就能完成。整体来说 ，Z3 在使用机内的 RTX 3050输出下，可以很好的应付影像作业的需求，而在影音需求当中 ，4K 一般剪辑也是没有太大问题的。重度的话，虽然说跟效能笔电还是有一段差距，但还是比行动平台好上很多。重点是，这是一台2合1平板啊，而若是接上 Extreme Mobile 就不用多说了，已经不是同一个级距的对比了。看完了专业性能，我们接着来看一些游戏效能。邦尼认为 Z3 最舒服的使用方式就是玩一些摇杆游戏，然后准备好3件套，戴上耳机，连好 Xbox 手把，准备好游戏。可以的话搭配 Xbox Game Pass， 这就是 Z13 最舒服的使用方式了。首先看到 3D Mark Time Spy，Z13 拿下了4361分，基本上就是在这个瓦数下 RTX 3050偏好一点的表现。而若是搭配上 Extreme Mobile 150瓦的 RTX 3080，则是可以达到12244分。相较起邦尼先前测过的105瓦 RTX 3080，大约有着20%的效能提升。而在压力测试上，邦尼也直接跑 3D Mark Time Spy 20轮的压力测试，使用机内的 RTX 3050，全程的 GPU 温度大约落在65度左右 ，CPU 则是控制在60度。在这个体积下，虽然 ROG 有稍微控制功耗，但整体的散热表现算是不错的。实际测量机身温度，主要的热量集中在上半部，来到了38度左右，手持的左右两侧大约都落在30度以内，所以是有机会拿在手上的。同样的测试，如果接上 Extreme Mobile， 全程 GPU 温度大约落在80度左右，而 CPU 则是50度。实际测量机身温度，温度同样集中在上半部，最高温来到了38.9，手持的左右两侧大约都落在30度左右。而 Extreme Mobile GPU 位置的温度大约42度左右。刚才邦尼也说过，主要的热量集中在供电模组的部分。最后的时间，我们直接进行游戏实测。首先是 CSGO 的最高画质，在机内的 RTX 3050当中，邦尼测试一下打开 Max 前后的差异，分别是平均115帧以及123 FPS。Extreme Mobile 下只是达到平均309 FPS。而若是透过 Extreme Mobile 外接显示器，效能会进一步的被解放，可以达到550 FPS 左右。接着是古墓奇兵暗影，在 Full HD 极高画质之下，平均52 FPS， 高画质下可以达到平均60 FPS。开启 DLSS 则是有超过70帧的表现。Extreme Mobile 下分别是平均131帧以及149 FPS， 跑满120 Hz 没有问题。而在 Forza 4当中 ，Full HD 最高画质平均65帧，高画质则达到78 FPS。而若是在 Extreme Mobile 之下 ，Full HD 就没有太大的压力，就是120帧跑满没有问题。最后是效能测试软体 Cyberpunk 2077，以2077的标准来看 ，Z13 的表现在3050之下就会显得稍微吃力了。在 Full HD 不同画质的光追下，开启 DLSS 之后，大约就是30 FPS 左右的表现。Full HD 高或是中画质，开启 DLSS 会是比较均衡的选择，可以达到60帧左右顺顺玩的标准。而若是接上 Extreme Mobile Full HD 光追之下，不开 DLSS 大约落在40帧左右，开启 DLSS 之后，平均都有80帧以上的成绩。Full HD 极高画质更达到了121 FPS， 基本上可以顺顺跑满。整体来说，这一次 Z13 的游戏效能针对大多数的主流游戏，在 Full HD 之下稍微调整画质可以顺跑，但如果是更重度的大作 ，Extreme Mobile 还是蛮有效的解决方案。在光追下开启 DLSS 也可以进一步稳住帧数。续航力部分 ，ROG Flow Z13 采用56瓦时的电池，以效能笔电来说不算大，但以平板的体积来说，其实也是塞满了啦。在邦尼的续航力测试当中，连续播放 Full HD 影片1个小时，消耗了20%。
而在 PCMark 现代办公的电池续航力测试当中，萤幕亮度固定200尼特，最终拿下了6小时11分，算是不错的表现。顺带一提，如果是日常在外或是一般轻度需求，可以在 Armoury Crate 当中打开静音模式，并且关闭 Mux 独显直连，接着将 GPU 节能设定为节能或是最佳化，可以达成进一步的省电。大家可以根据需求斟酌开启。在充电测试中，帮你实际使用原厂随附的100瓦充电器，1个小时就可以充满84%，71分钟可以充满90%，最后10%耗时35分充到100%保护电池，整体的充电速度算是蛮快的。而在外放喇叭上 ，Z13 的最大音量大约落在81分贝左右，同样支援 Dolby Atmos 杜比全景声。以下帮你也提供一段实测供大家参考。整体来说，邦尼自己还是蛮肯定 ROG 在不同形态的产品上都有着更多大胆尝试的作品，并且在整体的产品表现上，无论是独立来看，或是与市场上其他产品相比，都可以说是相对成熟的作品。尤其透过 Flow 系列、G24这类的机型，除了让玩家可以感受到一点香味，也真正的覆盖到许多复合场景的使用者。而在效能表现上，以一台平板来说，真的就是只有强悍。尤其是有一些电脑游戏，就是应该在电脑上玩，没错，就是在说。并且受益于 Intel 第12代处理器更加均衡的效能表现，也让 Z13 无论是在 Full HD 游戏，或是单核效能更加吃重的专业需求当中，有着接近桌面平台的输出表现。更重要的是，在平板内塞进一颗 i7-12700H， 也算是这一次难以想象的任务之一。Z13 的效能表现对比这个定位下的其他产品 ，CPU 效能不止翻倍，更有着倍数成长的表现。而若是跟这个体积比较合理的 H35 机型相比，也还有着翻倍的提升哦。这也是为什么 Z13 的效能表现让大家非常的期待。最后我们看上 Flow Z13 的开价，甚至与同样类型的产品相比，这款强大的电竞平板居然还有一点 CP 值。不过话说回来 ，Flow 系列还是有非常强的指向性，如果正好符合你的需求，那真的会是一款很神奇的产品。好啦，今天的评测就先到这里。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或是帮你没测到的，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啦。如果喜欢本集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的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Instagram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